女人一不小心被绊倒了，结果把别人的裙子给扒了。旁边的人这才反应过来，穿卡通内裤的女人超级尴尬，但大伙儿都笑起来了，没人帮她减轻尴尬。想在暗恋对象面前显摆的她尴尬的不行。正当这紧要关头，一个小伙子站了出来，他把自己的外套给脱了下来，轻搭女孩肩膀，然后直接抱起她，穿越满是笑声的人群。她虽长得萌萌哒，实则是公司大 boss， 同事们叫她右西女巫。她一出现，大家都紧张兮兮，只要谁的香水味，她一嫌弃，她会狠狠训斥一番。哪怕是开会时，面对一帮中年男性也绝不弱势，让反对她的人哑口无言。她尖刻的话让她名声大噪，所有男的都敬畏她，又保持距离。结果她快30了，还没找到伴侣。其实没人知道，在她锋利外表下，其实很想被爱。她不停地为爱努力，一次又一次去相亲，但每次5分钟内，那些男的就说：“我们还是别见了吧。”终于遇到一个男的愿意继续喝一杯，她觉得自己中了大奖，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她的一脚飞踢又把人家吓跑了。右西这单身汪老是抱怨，看到别人秀恩爱，他都盼着他们快分，刚感叹自己可能孤老终身。外卖小哥在路上遇见宝马，宝马猛地一漂移，把小哥远远甩开，结果小哥没有撞上右西。这场意外让他俩邂逅，右西就为了和他约会，精心准备了一通，他还去翻了攻略，拼命想展现最佳状态，但小哥好像对浪漫无感，竟然在右西面前睡着，气得右西直接用82年的井水泼他脸。回到家，右西越想越觉得不甘，决定让小哥赔修车费。他要求的赔偿高达4000万，这数字一出，小哥直接懵了，因为他身无分文，跟大寒一样，4000万是想都别想，4000块都出不来。因此小哥提出愿做右西的佣人来抵债。右西的前家佣受不了他严格，刚好辞职了，于是右西无奈只好收留了小哥。第二天，同学拉右西去聚会，还说他初恋和他的未婚妻也会来，图个面子。右西谎称自己有伴了，但翻遍通讯录，却一个愿意去的都找不到，只好请了个小伙，装作是她男朋友。右西本想给2000万，但老实小伙只拿了300万。那次同学聚会，小哥建议夏右西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他一亮相就惊艳了所有人。他想给初恋留个好印象，不料在大伙前玩脱了，露出内裤，在初恋前丢了大脸。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小哥只得背他回去，还帮他摘外套。就这时右西醒了，小哥一时语塞，正当他准备解释，右西紧紧抓住他衣领，不让他走。小哥当场猛圈，这哥们因拖欠4000万，不得不签下合同，成了右西的男佣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右西在他面前完全没顾忌，搞得他手忙脚乱，超尴尬，还意外栽进了右西的浴缸。右西气坏了，把他赶出去，但他理直气壮地反驳，他们有约在先，右西不能随意让他离开。他一时无言以对，没办法，只好让他留下服侍。前几天的聚会上，右西得知多年暗恋的人快婚了，不止这些，他还被当众扒掉了裙子。这一系列打击让他痛不欲生，他下定决心要变得光彩照人。于是他请小龙帮忙彻底改变，他保证只要小龙帮他扭转乾坤，他就免除他的债务。那时候小龙还肩负着4000万的巨债，听闻能消债，他顿时精神焕发。第二天，趁着热情正旺，他跟右西敲定了改造协议。协议规定，小龙要搬去右西家，打理他的生活起居，还得在1个月内帮他全面转型。如果能让他交到男朋友，那么4000万债务直接一笔勾销。签了合同后，小龙开启了几乎是每个男的都梦想的生活。他说动就动，把右西的所有黑西服全扔了，连黑框眼镜也一并处理，就连右西最爱的卡通内裤也不放过。衣柜一空，小龙马上给他换成了超有女人味的服装，还配上了漂亮的高跟鞋。接着我带右西去弄了个新眼镜，告别那副黑框镜，他的标志性长直发也没了，换成了利落短发造型。一番大改造后，右西惊艳亮相，让同事们眼前一亮。新形象的右西终于体会到做美女的乐趣，原本5分钟就被 pass 的相亲，现在游刃有余了。那些原先只把他当哥们的混血帅哥，
也开始夸他不停，连之前冷淡的初恋见了新样的他，也表现出浓厚兴趣。佑希虽然强悍，但他梦想成为贤妻良母，爸爸却想他继承家族 MK 集团，迫使他变成强悍的女强人。改造后的佑希似乎找回了温柔的自我，这时候就只有《粉红的回忆》这首歌，真能贴切他的心情了。可佑希没察觉，自己只改变了表面，心里还是那个模样，还是爱生气的小萝莉。稍微不顺心、不高兴就来一套闪电五连鞭，新装束还让他挺束缚的，穿高跟鞋还经常摔跤。那次下属汇报时，气氛紧张的跟马上要结婚似的。这个单身女 CEO 为了甩掉单身，找了恋爱顾问和管家，整改一番，效果挺好。但她脾气还那么急，随时叫人做广播操，还不太习惯新装扮，在下属面前出了洋相。佑希决心要变化，小龙在叫他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但佑希学得很吃力，就像是新刨出来的土豆，费劲儿的才挤出个勉强的笑容。为了打造贤妻良母形象，小龙带他去超市选蔬菜，但佑希的行为完全出人预料。在他眼中，买菜全买泡面。小龙立马觉得教育出错了，得教佑希怎么像正常女性那样。两人仿佛变成编剧，转而大量看爱情剧，不看动作片。这环境，这氛围，随时似乎要出事。可除了渴了点，啥也没发生。第二天，办公室里的人喷着香水，要是以前的佑希，那肯定得发火。但他想起小龙的劝导，要温柔一点，这香水味还挺好。同事们对佑希的看法好多了。佑希确实在改变，但小龙却没那么高兴。作为管家，他得忙着杂事，连自己梦想也耽误了。他梦想成为巅峰的法餐厨师，但亲人想他成医生，只能偷偷学烹饪，骗说去国外进修。不料刮了佑希的车，就变成了他的爱情顾问兼管家。小龙心里有个偶像，一个西餐大厨名叫 Johnny。 巧合的是，他的女朋友盛美是餐厅老板。小龙想向 Johnny 学厨艺，还专门做了菜让他尝尝。 Johnny 觉得菜味不错，但就是不愿意收小龙为徒。小龙多次请求拜师，但都被拒绝了。有一次碰巧的机会，小龙得知 Johnny 和佑希挺熟的，他拜托佑希帮忙替他说想。最开始佑希一点也不想管，可是他初恋要婚了，他喝多了淋雨又生病，小龙整夜在他病床前照顾，这让他感到很温暖。加上相亲也还不错，所以佑希为小龙弄了个厨房实习机会。正当他们俩开始好起来，小龙妈发现他没出国，还得伺候别人，气得快炸了，径直冲到佑希家。佑希那时正洗澡，他毫无头绪，家门口就快打起来了。那女的在聚会上现场给人脱衣，让人丢脸，他却毫不在意，直接戳中痛点。又被甩了吗？是不是那奇葩内裤太丑了，换成多了 A 梦试试？佑希恨不得扯他头发跳街舞，但想到以前的同学情谊，还是算了。女人找佑希其实是想见假男友。在聚会上，佑希骗说小龙是整形大夫，女人竟然还想约他们吃饭呢。佑希现在头疼极了，因为不久前小龙他妈发现小龙在佑希这边打工，结果冲到佑希家里吵翻了天，直接把小龙带走了。小龙回家那会儿终于松了口气，他不用再瞒家里人了，也不必再欺骗他女朋友盛美了。为了帮佑希，小龙甚至错过了盛美的生日，家里人给他庆祝了。好在盛美心善，很理解，没责怪小龙。这下小龙安心多了，但问题还没解决，不做佣人债怎么还？小龙家的那个面馆没钱还给佑希。另外，佑希不想当众丢脸，他连打几个电话给小龙，哀求他继续伪装成她男友。可是小龙妈那脾气，纵是一贫如洗，也要保持尊严，宁愿债不还，也不同意小龙去服侍佑希。那天快到时，佑希想到了个巧妙的托词，带上李祖常，把小龙落在他家的锅给拿去，拜访小龙，巧妙询问小龙的计划。肯定得回啊，不然为啥锅还留呢？佑希这才安心。小龙妈对佑希来看并不热情，但小龙爸很明白。这时李组长提个醒，他追了罗翔老师的视频，提到小龙这种借钱不还的，跟着张三那一套肯定得进局子。这句话一出，家里人马上软了，老妈甚至说让他去吧，做佣人也行，当奴隶也成。小龙又得回到佑希家继续应承。佑希想报答小龙，
他联系了小龙的偶像 Johnny， 希望 Johnny 能给小龙个表演的机会。佑希还不知道情况，盛美原来也找过 Johnny 哦，后来被小龙诚意打动，得知能露一手，小龙高兴坏了。测试一开场，小龙凭本领赢了 Johnny 青睐，成了新主厨。没过多久，佑希就带小龙去赴宴了。佑希遇到了初恋的学长，眼里只有喜欢的他，他心里忐忑得很，想跟学长单独相处。小龙匆忙赶来他偏偏不让他上电梯。佑希幻想着能有些什么发生，学长突然一声撒拉嘿，一下子把佑希拉过去，热情地吻了。换个场景，佑希倒是在养精蓄锐，这一切都是他白日做的梦。学长俊和让他痴迷到疯狂，只要俊和一出现，他的目光就紧跟着他，这让当情感导师的小龙挠头不已。直觉告诉小龙，俊和不是个好货。俊和对小龙也不是很感冒，俩人一碰手，差点闹成拔河比赛，就为了喂出完美男友模样。佑希的裙子在聚会上被扯坏了，还被同学取笑。小龙站出来用话缓解尴尬，说带瑕疵的女孩更讨人喜欢。医生的真实身份暴露了，小龙也坦诚对佑希撒了谎。佑希不小心放了个屁，居然搅了大气层。小龙立马挑起这锅，装作怀念上顿好菜，想要分点气味。是小龙在俊和面前为佑希挽回了面子，可是佑希仍旧陷在俊和即将结婚的伤心中，想摆脱那份难过，就开始急速相亲，用小龙教的方法，很快找到了心仪对象。这时小龙发现了，这相亲的人似乎心机深重。小龙告诫佑希不要再见他，但佑希固执极了，不听劝阻，反倒更亲近那人，发展速度能当场生孩子。关键时刻，小龙发现那男的是佑希爸派来的，赶紧带上。佑希和 Johnny 去制止，两位壮汉就开始了摸对方脸蛋的举动。相亲男真缺德，说好轻拍，结果下手太重，幸亏 Johnny 及时出现，终于逆转局面。那男的撤退了，佑希气坏了，小龙没办法，只好告诉他真相，知道是他爸又来干涉。佑希气得像个暴躁的女巫，直接挑战秋名山决斗，还把挡路的帅哥给教训了，给你一套柔和的晨练动作。连小龙的合同也被他一气之下撕了。接着佑希去找他爸，俩人争吵了起来，最终各自生气的走了。小龙知道佑希只是一时冲动，他不想就这样放手，坚持留下帮忙。他询问佑希钟情哪种男生，佑希脑海里全是学长俊和的身影，可描述得出。小龙一直以为佑希迷上了偶像 Johnny， 于是误以为佑希喜欢 Johnny， 开始撮合佑希和 Johnny。 为了撮合他俩，小龙布置了很多约会场合，然后找机会溜走，留给他们单独的空间。当佑希和 Johnny 关系逐渐升温时，佑希听到同学报的猛料，他暗恋的学长俊和现在单身了，一边是厨艺了得、备受追捧的明星大厨，一边是长久暗恋但对他不闻不问的学长。如果是你怎么选？佑希原本在小龙的牵线下，和 Johnny 渐渐熟络起来了，差点擦出火花。这时候听说学长俊和已单身，佑希激动的要上天，如果法律允许，他都快帮未来宝宝起名了。吃饭时，佑希小心翼翼地问俊和婚事，俊和苦笑说，没有新娘的话，婚约就解除了。这时佑希心里默念，我能嫁给学长吗？这一顿饭，俊和对佑希态度大变，特别热情，这变化让佑希乐坏了。小龙烫坏佑希睡衣，他不在意，小龙又搞坏电视，他也没找他算账。这会儿佑希开心的跳舞都能和赵四抗衡了。看见佑希那兴奋样，小龙误会他跟 Johnny 正甜蜜约会，所以老催佑希更主动些。结果没多久发现，佑希约会对象竟是让他反感的学长。小龙不想就此放弃，他去打听 Johnny 的真心话，一直到 Johnny 也心动，小龙果断支持 Johnny， 还帮他想追女孩的点子。佑希跟 Johnny 在一起挺乐的，但他还是忘不了学长俊和。关键时刻，佑希突然发现俊和竟然跟前未婚妻没断干净，佑希又开始愁眉不展了。为了转换心情，小龙带着女朋友盛美和 Johnny 一块儿去 KTV 唱开怀了。秀恩爱的他们唱的是阿珍爱上阿强，单身狗小队差点就散了，谈恋爱就得唱山歌。 Johnny 和佑希似乎又有戏了。这时候 Johnny 生病了，
佑希说要去看他 ，Jenny 想好好迎接他的新尖尖，病着也得收拾家，累到不行。可佑希一直没来，因为他又遇上了俊和。他跟佑希说清楚，跟前未婚妻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只是工作上的一些麻烦。佑希听了，心里又美滋滋的。不久后，佑希的同学在饭馆碰到了小龙，听说小龙并非佑希的男友，他便怂恿佑希去向俊和表白。同学的话正中佑希下怀，为了那次表白，他特意找小龙商量了下。全副武装后，佑希终于约了俊和。听说俊和可能又要出国读书，他心里想，这次不能再错过了。佑希鼓起勇气想对初恋倾心吐意，可俊和拒绝的又快又直接。被拒的佑希一个人在街上走着，想找小龙诉苦，谁知小龙正在忙着和盛美甜蜜约会，于是佑希只好找到了好兄弟 Johnny。 没想到 Johnny 突然紧抱他亲了上来，佑希吓得跑了。从此佑希决定死心，彻底放弃了治疗，重新变回了那个不羁的野性佑希。佑希在感情上走了不少弯路，工作上也不顺利。讨论创意计划时，却被甲方看出他没谈过恋爱，佑希差点要爆发了。这时他爸爸突然来找他，居然硬要她嫁给另一家集团的老板。佑希为了避免被逼婚，同时为了解决甲方的方案问题，他谎称小龙是她男友，这让他爸爸气得都快爆了。小龙其实不太愿意假扮佑希男友，但因为没帮佑希找到合适男友的任务没做好，小龙勉强同意扮演一周假男友。尽管小龙答应了佑希，心里却感觉 Johnny 更适合他，文便开始怂恿 Johnny 把握时机。Johnny 倒是很听话，立马展开猛烈追求，带佑希四处约会。约会时，佑希无意中瞥见 Johnny 手上摩托罗拉手机，意识到 Johnny 真的对他很着迷。佑希又重新看了好朋友 Johnny 一眼，之前都没注意到，一看天哪， Johnny 原来这么帅，他心里一阵小激动。回到楼下， Johnny 站在那儿欲言又止。这时候佑希心想，只要 Johnny 鼓起勇气表白，他肯定会同意。但没想到的是， Johnny 问他们能不能继续做朋友。这下不光佑希心寒，连我这旁观者都难受。然后 Johnny 就消失了。听到 Johnny 这话，小龙难过得像咽了块石头，他决定亲自出马，假扮佑希的男朋友。果然，小龙挺能聊的，把饮料的拉环藏在冰激凌里，当戒指送给他，还把纸巾塞进爆米花桶，当情书给他。佑希知道都是假的，但还是被打动的不行。那一刻，盛美无意中看见小龙和佑希亲密的样子，以为小龙变心了，两人因此闹了一场大架。小龙看盛美难受，心里过不去，打算跟佑希解除假扮情侣。结果出人意料，盛美又误会了，以为佑希在偷偷跟小龙约会，一气之下把82年的好酒泼在佑希身上。小龙看盛美这么做很失望，感觉欠佑希个道歉，想要弥补佑希原先打算砍掉的协议又恢复了。他俩竟然无耻的假装恋爱了1周，合同到期时，佑希突然灵机一动，项目也顺手拿下。小龙算是任务完成，终于还清了借佑希的3000万。当两人平和分手时，俊和找到了佑希，同意跟佑希在一起。确立关系后，镜头一转，俊和居然去找佑希爸，二人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。男佣醒来，发现自己在女主卧室里，俩人马上手足无措。佑希赶紧查看衣着，好在衣服没散开。小龙回想起来了，想到昨晚庆祝合同顺利完成，他们聚餐散伙，结果82年的好酒喝多了，醉得连墙都靠不住。还好他俩都没吃荤，也没出现那种老色鬼判的桥段，气氛巨尴尬，就散了。门铃忽然响了，佑希的前辈俊和拜访来了，他叫佑希出去，说想接受佑希的感情。于是佑希和俊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了。但佑希不知道，事情背后是俊和和他爸爸的秘密交易。俊和医生原本跟院长的女儿有婚约，但那位未婚妻为了更多利益，就把婚约给解了。他们想逼他离开那个他费尽心机才站稳脚跟的医院。未婚妻和准岳父的作为让俊和怒火中烧。正那时，佑希爸误以为他跟小龙有一腿，打算把一钱不值的小龙轰出去。佑希爸找到了俊和，跟他达成了一笔交易，只要他帮忙拆散佑希和小龙，就帮他报仇，把院长给赶走，连医院都送他。
为了赶工完善河道，立刻开始狂追佑希，追看了许多爱情电影，很快就进展到亲吻了。同时另一边，小龙合同到了搬回家，但弟弟带着女朋友回家，连睡觉的位置都没了，所以接受了佑希的邀请，又回到了佑希家。正巧小龙得知佑希要和俊河去度假，还得穿性感睡衣过夜。小龙总觉得俊河有鬼，但他没资格拦佑希。恰好餐厅装修停业，大家正想找乐子，小龙马上建议跟着佑希去的那个度假村。就这样，小龙拉上盛美、Johnny 一起去了。又来了2个女生到度假村，小龙想方设法要把佑希和俊河弄散，老找俊河的麻烦成了他的习惯。他俩一旦靠得近，他就大呼要一起吃饭。别人玩真心话大冒险时，他就逼问俊河对佑希是不是认真的，甚至夜里俩人想谈谈世界大事，他也要挤进来，一把拉住俊河就开始互相轻抚。要不是大家及时阻止，差点闹带了。小龙的关心让佑希气得很，小龙解释再三，只是怕朋友受骗，但谁都能看出小龙对佑希的关心明显超过了朋友的范围。回家后，佑希为了避嫌，马上让小龙离开了。但很快，佑希那边要拍广告了，得和客户讲明白，就是忘带了方案，找不到人帮忙，只能叫小龙过来。感激小龙的帮忙，佑希想广告拍完请他吃饭，结果俩人玩嗨了，没注意到别人都走光了。就这样，他俩不小心被关在摄影棚里了。第二天，佑希他爸带集团大佬们吃饭，让小龙他们餐厅负责做。一个老板对香人过敏，小龙因为跟佑希一起被关，所以迟到了，错过了 Johnny 主厨的重要提示。这次小龙管食材，结果就出事了。一个大亨吃坏东西过敏了，直接晕倒了，现场乱成一团，客人们急疯了。小龙知道他迟到引发的麻烦，他心里明白这下完蛋了。果然，佑希的父亲马会长气炸了， Johnny 主厨的亲戚可能都被骂了，还特别关照了小龙一番。众人都吓傻了，尴尬和害怕中大家散了。盛美看佑希淡定离开，气得冲过去质问，怪在佑希身上，是他让小龙送文件弄得迟到，错过重要提示，宾客才食物过敏。盛美认为佑希应该负责。就在这时，小龙挺身而出保护佑希，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。事后，小龙就直接跟 Johnny 说自己要辞职。Johnny 原本挺看好小龙的，还打算让他接班，但这次的错误让他很失望，无奈只能同意小龙的辞职。就这样，小龙做厨师的梦想也泡汤了。盛美看着小龙为了佑希连梦都放弃了，他明白自己陷得太深了，想拯救小龙，他急中生智，直接向小龙提了婚，但小龙还是说了不。盛美仍然不肯放弃，在小龙家人面前坚称要嫁给小龙。小龙的家人都挺喜欢盛美，但小龙还是拒绝了盛美的求婚。小龙的心已经决定了，已经无路可逃，所以他决定向盛美道别，这让盛美非常伤心。另一边，佑希开始跟俊河约会，他渐渐意识到，曾经夜以继日憧憬的梦中情人，并非如他所想那么理想。俊河压根不会用拉环当做戒指给他，不会把情书藏爆米花里，总的来说就是个不怎么招人待见的冷面孔，一点都不浪漫。被盛美责骂后，佑希特别内疚，他去求 Johnny 帮忙。Johnny 因为看在佑希的面子上和师徒情，答应给小龙做担保，小龙这才能继续追梦当厨师。但佑希心里还是觉得亏欠。就在这时候，佑希跟俊河的婚期也敲定了，婚礼指日可待，他却心里忐忑不安，打算跟俊河再认真谈谈婚事。关键时刻，他遇见了盛美。盛美坚信只要佑希离开小龙，他还有赢回小龙的可能，于是他撒谎说他快跟小龙结婚了。听了之后，佑希决定放手。就在这时，他弟弟知道了自己的真实来历，一气之下跑了出去。由于弟弟经常去小龙家，佑希就让小龙帮忙找人，他们最终找到了弟弟。佑希非常感谢小龙，聊天时两人都希望对方婚姻美满。小龙突然跟佑希透露，他其实根本不想结婚，盛美的话完全是假的。说完，小龙直接走人。佑希迟疑了下，但很快决定了，急忙跟上去，从后面紧抱小龙，轻声求你别走，我真的太想你了。小龙回了一句，我也爱你。我也一样。两个人开始公开撒糖。当他们依依不舍，俊河突然冒出来，
他意想不到，他本以为今天你会嫁给我，结果却成了别人的备胎。他气冲冲的过来拍了拍小龙的肩，佑希赶紧拦下，坚信他们是真爱，正儿八经的撒拉嘿。俊和气得满脸通红，又轻轻拍了小龙，气鼓鼓的离开。小龙赶紧跟上，让俊和道歉。俊和提醒小龙，佑希的爸绝对不同意。小龙挺胸站直，就算不同意，他也不会让佑希离开，会一直守护他，坚持他们的爱情。话还没说完，马会长就派人去小龙家的炸酱面馆重新装修变样了，让小龙一家人心惊胆战。接着佑希突然遭到绑架，小龙目睹这一幕，但因为没有车，只得急得团团转。俊和开着奥迪飞驰，在秋名山路上急追绑匪，像英雄一样击败绑匪，成功救回了佑希。小龙马上明白了，俊和可以让佑希更幸福。穷人别想爱情，他马上跟佑希说了分手，分得比思聪还快。原来童话全是假的。分手后，佑希从盛美那儿得知真相，小龙是为保护家人才分手，还叮嘱他别找小龙了。佑希为了阻止爸爸再伤害小龙，只能认命了。就在那时，俊和的前女友找到了佑希，告诉他俊和和他爸的勾结，佑希才恍然大悟，俊和娶她只是为了抢医院。另一面，小龙跟佑希分手后，全力以赴投入到新西方厨艺挑战赛，夺冠就能当顶级主厨。无意中碰到佑希，听他透露俊和的感情是假的，小龙这才发现被骗，他冲去找俊和，高声喊着要停婚。次日，新西方烹饪比赛之中，小龙轻松夺得决赛入场券，梦想当大厨指日可待，却得知佑希将出嫁，他下定决心。与此同时，佑希感到自己被欺骗，他真想取消婚礼，但被爸爸硬逼，婚礼还是勉强举行了。正当大家准备吃喜宴时，佑希突然说我不想要，他抓起裙子就跑。佑希拼命冲出了宴会厅，小龙刚好也出现了。确实如此，最美的爱情是两人一起奔跑。故事的最后，结果俩私奔的还是被马会长的人抓回来了。马会长拼了命想把他们拆散，先是想用好处诱惑小龙，说只要分手就资助他留学，再去拉拢小龙爸妈，保证俩人分手就给大钱。但这些都没用，马会长才开始经济封锁，他封了佑希公司，冻结了他信用卡，连佑希家都被封了。佑希啥都没了，但这都挡不住他们私奔的决定。为了让佑希改变心意，马会长跟俊和合演了一场苦肉计。不过佑希很快识破了他们的把戏，见证他俩这么真心相爱，马会长终于松口了，父女俩最后和好如初。佑希与小龙也最终成了一对。